坐下。我的命是严凤山将军救的，我曾经在他面前发过誓要效忠他。你那会儿讲你的身世的时候，我真的惊呆了。没想到我的兄弟竟然是刘子温的后人。藏在地巢官场里的暗卫，应该有很多吧？很多，他们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罩在整个地巢的上空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那这样，喝一碗断义酒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，生死亦无悔。一杯生，一杯死。来吧，欢。生。给你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母亲死在了北方。10岁那年，我父亲也死了。是整个虎门联合起来叛变杀了他。我不能死，我要去向虎门复仇，遇到一个杀一个。直到杀光他们为止。我亲自去给他摸的蛋。你还会摸蛋？佳娘子摸了吧？我摸的。欢安，我们来送你了。嘿嘿。这怎么了？周末，大人，这怎么了？别问，别怪他，不准说出去。为难他。都有我。周伯，周伯大人，周伯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做了什么？那是周末呀！不想死，你们就离我远一点。这座庙因为战乱被毁而破败至此。以前香火很旺，来拜过的人都说这里很灵。你不妨也许个愿，
杨轩死了，你是他的学生，你可以祈愿菩萨，祈祷冥府，让他在那边没那么痛苦。姑娘气性真大呀，不过气性大也没有用，至少在虎贲面前没有用。姑娘没杀过人吧？没杀过，袖子里面的匕首不必拿出来了。他杀不了我，明知虎贲要找你，却还是乖乖的来了。要是借着这个机会逃走，多好啊！这长安城中，处处皆是虎贲暗卫，只怕我还没出城门口就被捉了回来。与其让你们看笑话，不如死之前出口气。我不曾想让姑娘死。杨轩是户部侍郎，位居三品，他的死对于虎贲才有意义。而姑娘一介小小的画师，死在路边阴沟里，又有谁会在意你的死？不过我请姑娘来，自有我的用意。你没有价值，与你通信的人，自有他的价值。我想让你告诉我，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他萍水相逢，你找错人了。无妨。萍水相逢，我还有耐心。我知道你现在控制花园，我更知道花园里有个于大人，平日里待你不薄。我容你一个时辰。一个时辰后，若还是这般说辞，虎贲的手就会伸向于大人了。哦，这银针上面，姑娘这三脚猫的伎俩，还要再好好学学。白婉姑娘，于大人在吗？大人正准备歇息，请问白婉姑娘。我赵大人有急事，人命关天，失礼了。白婉姑娘，于大人，深夜叨扰，十分对不住，但我有要紧事要找您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大人，不要过来！我认了。入城时，
我见到我的妹妹了。她还好吧？还好，和15年前相比，这里的一切都还算好。我师父，明日到。所有的一切都按计划行事。好。君子报仇，片甲不留。我在淮南当主簿，拿到第1个月的俸禄，就找了个画师，画了这6个人。那是我逃亡的第7年，我真怕我自己会忘了这些人的脸。要想灭掉整个虎贲，必须先杀了这6个。蒲逆川，前盛19年，他作为严凤山的斥候，潜入铁幕，被困之时却迟迟等不来援军。严凤山将他视为弃子，自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。他的生死我知道。魏千庭，此人藏得很深，至今不知所踪。7年前我遇到过他，可是现在他已经埋在南尾沟的芦苇塘里了。严凤山，弹压废帝，把持朝政多年，世人皆称其为严皇帝。暗卫之说，严凤山比我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灭我刘家那一晚，他也在，但我看不清他的脸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没有找到他的线索。虎贲有很多人都藏在暗处，但此2人是无人不知晓的。青衣负责监察和情报，他手中掌握了许多朝中大臣的秘密。刘子言，虎贲第1号杀手，负责杀人。先从谁下手？当然是我的亲叔叔了。我想杀他很多年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他一日不死，我寝食难安。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。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要去向虎贲复仇，直到杀光他们为止。15年前，家中盟约被灭了。要想灭掉整个虎贲，必须先杀了严凤山。春风后还下雪，不是太平年了。这一天很快就会到。他太想杀一个人了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杀意是本性，太被本性驱使，容易让人迷失。最多1
个时辰，这里就会乱了起来。铁墨人在北方的禁地驻扎了大批的军队。阴凤山要和铁墨人谈个事情，非同意外。如今天下能成为我对手的，也就属这白头。打死长安。铁墨起兵20里，越境而过势不可挡。今夜注定会死很多人。谋局之人，若不身先士卒，后人又怎么能期待？身世险，风困难，万军皆可死，长安不可亡。一个人的生死，和整个长安城的平定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应渊，这天星台我为你上过一次，绝不会再上第2次了。沉香燃明灭，回血散不尽，前尘空断肠。相思了无益，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哎，此乃上古彝族4叶汉诞中留下的唯一血脉，碰不得。仙君，这株普普通通的花，当真能治愈万物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只因它们乃同根而生，2朵花之间互通灵气，比普通的4叶汉诞灵力更甚。不然，帝尊怎么会设此瑶池盛宴，相邀着妖魔冥3界之人一同前来观看呢？基督星君，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，可知此次宴会他是否会来？哦，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，定是不愿赶这番热闹。此刻8成躲在宫中饮茶下棋呢。
诸位，再过几日，便是我们魔界邪神万寿诞辰。此等宝物，正好作为仙界给我们的好贺礼呀！啊！说话，长老。元帅。哎呀，我得元帅。说话，长老。邪神虽然也是上神，只不过才刚刚10000岁啊！不，要过几天才满岁。我们仙界随随便便拎出一位上仙，年纪就比他大，一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。别吃了上火，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我得元帅，你身为堂堂仙兵总管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，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！这朵花，本座要定了。帝君，变天了。望断花开时，此茶饮至最佳。
可待妖魔冥3界，所奉天条，迂腐之至。6界早就该易主了，妖界、魔界之人早就有怨言，只不过他们胆小怕事，不敢跟我一同殊死一战。你乃魔界长老，却置魔族于不义。魔族若有怨言，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。还是说今日之举是受邪神所役？哼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与邪神殿下无关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本君不会杀了你。回去告诉他，创世之战后，6界缔下了和平之约，魔族可以出尔反尔，但仙界言出必践，不使瑶池染血，亦不使6界染血。说得好。参见帝尊。 6界之中怀有2心的，只是沧海一粟。吾相信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我们冥界敬服仙界，绝无2心。利剑断，莲花开，这正应了6界交好、止戈霸武的愿景。 今日莲花一开，此2人化为人形，实乃祥瑞之兆。应渊帝君，此2人乃是你所救，那他2人的名字，就由你来取吧。满庭芳止，万曲一收。岁华如昔。 神话幽童，姐姐叫做芷溪。欢颜如恋，悲苦如疾，浓尽必哭，淡者履深。妹妹，颜淡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颜淡，颜淡，快起来，赶快把我们营的法器藏起来，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，芷溪仙子，颜淡呢？她不在啊。 不愧是我姐，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。我说芷溪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掌事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何贵干？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明白明白，我是鲛人族，能够飞升成仙，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已经是荣幸之至了。你们姐妹俩好好聊，北冥仙君让我去找那个东海水族戏略。哎，不牵扯了。姐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掌事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进进出出的，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。你少贫嘴了，快说，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哎，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颜淡，你要知道，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，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天生仙胎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都远高于他人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仙，为了此次考试特意开下赌局，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们四爷汉淡一族有你就够了嘛。只惜你呢，聪慧勤奋，而且出类拔萃，仙途光明。你就好好努力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啦。少乱用成语，是真的，窒息。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废物的小仙士了。芷溪仙子，妙法阁掌事身边的碧翼找你，说是关于贺典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呀，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修习仙法的书籍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找你那肯定是大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晚点再来找你。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吧去吧。吓死我了！你姐要知道开设赌局的是咱俩，会不会扒了我的鲛人皮，砍了你的莲花镜啊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干嘛？哎呀，分你的法器，拿着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分赃的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还嫌少？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才换来的，好吧？行吧。那个，你想不想开接星星大典？接星星大典是什么？就是芷溪他们妙法阁负责那个仙阶晋升贺典。你生得不巧，没有经历过。这个大典啊，每500年一次，凡有仙阶者皆会齐聚天之角，接受4位帝君不失仙力的赐福。传闻此仪式场面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，所以低等仙士就称它为接星星大典。哇，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能带我混进去了？混进去啊？不可能！天之角守卫森严，像我们这些低阶仙士根本进不去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掌事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掌事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掌事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掌事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掌事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。
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境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哎，有了！应元君的背影。又没影了，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元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元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九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元君的衍虚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士的掌事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衍虚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要应元君的手感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元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元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元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荣。哎，颜丹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他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，神仙们不能动情念。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9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颜丹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掌事口中这般。掌事平日里怎样说我
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室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室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室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仙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。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室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指使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室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四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。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。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们学习来的仙龟，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
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心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 仙君，仙君，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。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。 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》孤本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 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，还不是那个应元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。 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好，妙！哎呀。 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 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你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。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
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，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思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君一来，只要他敢翻龟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不是已经缠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。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旦，番龟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界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嗯，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。哎，世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还瞪我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条小黑鱼，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！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？等你幻化成人以后，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番龟君，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。那我就拿那本《仙经注集》给你吧，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，非常适合你们修习。不过你要耐住性子，一点点读哦。嗯，谢谢姐姐。
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！这是什么？印章。印章？对啊，我真身的灵力所化，只要我活着，这印章便会莹莹发光。你放心吧，日后有我一日，便有你一日，我一定会关照你的。现下有2件无头案最让我挂心，应元君可知是什么？第一件是细作如何前进天庭，所以我才带你过来。魔族之人，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这仙界与其他各界皆有结界相隔，9重天与魔族之间的结界更是上世元尊的元神所化，无人可攻破。这些细作法力又不高强，如何进得来？思玄用情至深，他既能将妙法阁的法器丹药运下界，那他自然也能将魔族之人运上9重天。莫非是他盗用了上古神器无双镜？妙法阁遗失的法器当中，正有此物。火德元帅在魔界最偏僻的幽玄之野抓到了思玄。我曾经一直没有想明白，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。如此说来，地崖之下正是通往魔界的幽玄之野。地崖是禁地，常日无人，这里就是他最安全的选择。为防魔族觊觎无双镜，我已经向帝尊请示，将其销毁，所以日后再无其他人打开结界。昭圣帝君的神器李晨，有了它，便能扫清一切迷障了。原来魔族细作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暂时不能封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也对，如此缜密的布防内，魔族细作仍能行动自如。看来这平日里行事定是十分小心。哎，你可有找出其余魔族细作的方法？只需破译传递情报的方式，就能让他们主动上门。这第一案已经有了结果，这第2案，你怎么不猜了？你藏不住话，不需要问。哼，你还真是了解我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派人暗中细细调查过了。贝琴细作伪装成弥罗宫的仙士，当值期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接触，也没有去过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他们随身之物也都搜查过了，并没有可传递消息的法器。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们自然很慎重。情报的传递，一定是在他们每日必经之地，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。必经之地，无非就是这条天街。这条天街所有的宫灯、砖瓦，一处都没落下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若是我能提前找到这关窍，你就把珍藏多年的那本棋谱送给我，如何？婉清，宫墙上的装饰是否都是五瓣梅？5瓣梅，应该是吧？这我还真没留意过。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赌还是不赌啊？
为了你好，不赌。怎么会有6瓣梅花？上仙陶子气，与仙魔两界来往，精通魔族秘药，此物交给他更合适。好。银蛋，汤包好了，快尝尝吧。银蛋，怎么看起棋谱来了？哎，仇人，还不是那个应元小人，天天逼我下棋。我这点小聪明已经快用完了，再不练习练习，恐怕是应付不过来。银蛋，如果你输了，不是就不用干这差事了？你以为我不要面子的？我绝对不能让那小人看扁。于墨，那日你被魔族所伤，我思来想去吧，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做仙士的，可是还是要有些仙法傍身比较好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些低阶仙法的招式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银蛋，我就不用了，别麻烦你了啊，不用教了。你刚刚翻什么白眼啊你？你这嫌弃的眼神，我就感觉很眼熟，很像那个悬心崖的那条小黑鱼。这可不行啊！于墨啊，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，就是作为神仙，我们要谦虚。起来，让我们练习起来。我们的真身呢，是动植物，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要分5行。我属木，你属水，这个你懂吧？我知道，水润则生木嘛。我忘你。闭嘴！我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。你问我啊，好了，总之呢，万物都有它的灵性，可我们呢，要控制我们体内的灵性。看好了，像我这样啊。瞬息而动。哼，刚刚我呢，只是小试牛刀了一把，厉害吧？你的功法真是高超啊！一般一般吧，你也别闲着，赶紧试一试。按照我刚才教你的，第一次蜡烛不灭也不怕丢人，来吧。哦。哼，嘿，挺厉害嘛。啊，还是你教的好。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出去也能被撞上，傻呀！躲起来！汤还是热的，他们肯定是躲起来了，给我搜。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。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结界自然会撤。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银丹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掩血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游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。好好藏着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！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哎，
若不是今日撞破严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6戒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，实在是失职。是这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子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严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，我这双手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，而如今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，啊！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子怀仙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。走啊，小心告辞。仙君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子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大诳语，魑魅心识。既然如此，那偃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在偃虚天宫做事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君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？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他还能帮我一起指正番规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。等着看。哼。严旦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贵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！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。没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
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，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次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龟君好过。翻了！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应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哼。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际，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紫薇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说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
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。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啊！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！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着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